好，我們來看到近期的中東的局勢啊，無疑是在這個全球的金融還有地緣政治上是一起巨大的黑天鵝。那麼黑天鵝指的就是我們不可預測的這個大事件哦。好，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當我們看到美軍在波斯灣它部署的，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不斷的升級了軍事的動作，那麼這場潛在的衝突會用什麼樣的形式來收尾呢？對於全球供應鏈的衝突的衝擊，邊界又是在哪裡呢？好，那麼我可以注意到這3點啊，就是美軍的實質調度，以及伊朗的防空能力，甚至呢還可以不能這個忘記的，就是他們的抵抗之狐代理人的網絡。整個攤開來看呢，我們的這個團隊啊，也幫大家預測了3種未來美伊有可能的會的走向的趨勢。我們也會請我們今天的這個專家啊，來幫我們預測這3項哪一項是最有可能的美伊未來的局勢。我們先來看到 A， 美國速勝伊朗求和。好，在極限的威懾下的政權談判方案，美軍和以色列呢，在極短的時間內啊，會利用絕對的海空軍的優勢，高精準的來導引武器，全面癱瘓伊朗的核設施。那麼還有它的關鍵彈道飛彈基地，以及哈格島的石油出口終端。另外呢，伊朗也會面臨國內的政權生存的極大壓力，最後呢是被迫的重回談判桌，來接受美方開出的全面停火還有限核的嚴格條件。再來看到 B 的可能呢，就是伊朗消耗拖垮了美國，也就是說這個不對稱的泥淖戰以及後勤的戰動，伊朗呢會利用持久的飛彈以及無人機不對稱作戰來抗衡美軍必須要長期在中東來維持龐大而且高昂的武器部署。不過呢，美國的彈藥庫存也拉上了警報了，會拖垮全球的經濟，引發這個通膨，嚴重削弱了美軍在印太地區或是東歐地區的戰略嚇阻力。接下來看到 C 了，就是多國參戰中東大戰，有沒有可能會演變成 C 呢？地緣抵抗之狐啊，全面外溢。伊朗發動了跨國代理人的網絡，同步呢對中東多點展開了飽和打擊。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呢，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敘利亞以及這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都會來出動。另外呢，中東3大核心航道，包括了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蘇伊士運河，將會同時的斷裂，導致全球高達1/3的海運原油還有重要的貨運通路是全面的中斷。那麼國際油價恐怕會失控飆升。好，我們現在要來請這個專家來幫我們預測這3種哪一種有可能是未來的趨勢走向。待會再請這個來賓們同時的亮牌。那麼在來賓們在預測的時候呢，也請觀眾朋友思考一下，這3種哪一種您會覺得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一起來討論。好，我們看老師們。好，我們來看一下啊，3位來賓。答案都是 B。好，我們先要跟觀众朋友说，我没有先那個偷看啊，我們是沒有的，都沒有講好，大家都是選 B 這樣子。好，那我們先請教一下介大使，為什麼選 B？第一個就是說，你說這個美國可以速勝哈，美國如果可以速勝的話，不會打到4個月。那現在要速勝的話，我跟你講啊，在2003年的時候，美國當時打伊拉克啊，他也沒有速勝，他用了30萬陸軍打進去，更不要說他當時的海空的力量啊，遠大於現在這個川普在這個伊朗戰爭中使用的兵力啊。那他一共是3月開始打，12月才抓到薩達姆·侯賽因，所以他光這個部分他就花了大概9個月。包括地面戰爭才算告一段落，所以速勝很難吶。然後呢，這個他這樣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幾乎各國的軍事專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看法，就是說你不可能用遠距的轟炸去贏得一場戰爭，尤其是對付像伊朗這樣子有163萬平方公里、8000多萬人口。而且它還有一個離海出口的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哈，都認為不太可能。所以現在就是說，美國速勝，基本上大概如果勝的話，早就該勝了。所以
以現在美國的川普的這個作戰的意圖啊，還有他這個顯露出來的他的作戰的決心的話，大概速勝是很困難的，速和比較有可能。对，那可是問題就川普的這個打法的話，基本上他是怎麼講呢？他不太乾脆，你這個什麼都跟簽這個60天，然後什麼東西就是說自己簽的東西自己最早宣布說啊，這個議定書這個停火已經沒有了，那所以就變成很難訴。那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剛剛就提到，現在伊朗的基本上我認為他戰略已經改了，他從這種等比反擊，他現在已經主動出擊了。那現在就变成這個遊戲規則一改之下，看川普是不是願意呢？有更大的妥協空間了。所以可能美國要戰勝這場戰爭，所以勝利屬於美國一方，覺得可能性很低。而且最近我聽了一個一個專家講的一句話，蠻有道理的，就是說攻跟守你只要沒有投降，你沒有戰敗，基本上你就算守的成功了，對不對？你本來就是守嘛，對。可是攻的方面，你一直沒有辦法讓你的對方投降，或者說攻城略地，那你就是失敗。所以這個說法其實我認為某種程度是蠻有道理的。那美國是久攻不下，也沒有看到他要出地面部隊啊。你要記得2003年那時候布希是花了30萬美軍地面部隊，而且你知道傷亡有多少嗎？光美軍傷亡4500人，美軍的受傷事實上是22226人，所以那個是很大的一個傷亡比例啊。所以有没有可能，那川普願不願意，這是一個問題啊。這個是不是前車之鑑，讓川普不敢出動地面戰？應該是這樣吧。地面戰的話，就不是14個、15個、16、17的，你還可以斤斤計較，說哎那個要校正回歸，哎那就不行啊。那個地面戰的話，那是人肉怎麼樣？人肉戰車啊。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麼再問一下林老師，為什麼也選 B 呢 ？OK， 我們就先從這個最傳統的消去法嘛。我們這個是像以前考試，我們都說先消去法，先把不太可能的先去掉。我們就剛剛大使有去提到 A 這個，基本上要贏早就贏了嘛，不太可能拖到現在。那我們就講一下 C 好了。C 的話，你說有沒有可能這個全面開打？伊朗這一個，他跟這個胡塞組織、跟真主黨、跟這些敘利亞全部來做合作，我覺得合作有可能，但是現在來看的話，他也不太想把這場戰爭打到那麼大，因為如果你把這一場戰爭變成一個全面戰爭的話，那中東其他國家會怎麼看伊朗？因為講的難聽一點，今天就是因為你伊朗在這邊偶爾炸了2架這個無人機，偶爾有一些小型的攻擊，造成我們現在的一個景氣，造成我們現在的運輸，造成我煉油廠的一個攻擊，那會不會反而會讓這些中東國家聯合起來一起來對付伊朗？所以在這裡的話，伊朗它的攻擊雖然它之前主動發動了攻擊，可主動發動攻擊是告訴美國說，我也有主動發起攻擊的能力。他把戰場的主動權拉回到德黑蘭人手中，可是他會不會希望這變成全面的戰爭？他也不希望。那對美國來講的話呢，他當然也更不希望，甚至是我們其實看油價有一點，每次到90幾或者是在快到100的時候，感覺又有一個利多消息出來，然後又讓油價降到大概70塊錢左右。降下去，然後到接近到50、60，又一場戰爭，這個戰事又升高，又讓它回到80、90。所以其實今天雙方都會希望這場戰爭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在中東的區域型的，我們叫局部戰爭，不希望它變成一個全面戰爭的一個發生的一個狀況。那另外的話，在 B 這邊我可能也補充一下，沒有錯，會陷入到一個泥濘的狀況。可是有沒有辦法去拖垮美國？會有可能會拖垮美國的經濟跟美國接下來的選情，但是會不會讓美國被削弱它在這個印太跟東歐的戰略核主力？我覺得這2點也是要去分開來，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美國為什麼在跟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國家開始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甚至是它也在印太這個地方，像之前的環太平洋軍演，它也接下來會更加的去利用日本、菲律賓甚至澳洲這些國家，希望在印太這一邊幫他一把。
那更不用說在歐洲這裡了。現在波蘭就是美國在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幫手，他也會希望的是，不是只有我美國的力量，而是我可以去透過我盟邦來幫助我在這個附近去做到一個戰略上的平衡，也去幫助我不要讓我美國被拖垮的那麼快。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我個人還是覺得 B 的狀況會比較有可能。但是這個 B 的話，可能我會修正一下，把後面那一小段削弱美國在印太跟東歐地區的戰略嚇阻力那個地方，我會把它覺得做一些小小的修正。是，我們謝謝林老師。那麼戴老師的看法呢？我覺得當然有3個事情可以看在 B 發生了哈。第一個就是說，其實伊朗的策略我覺得很清楚，就是你美國沒有求勝的決心，你只是要跟我談。那用一個方式來談，所以美國的威信是不是能夠持續？因為包含他能不能管住旁邊的以色列，然後呢，配合美國自己的這些行動，我想伊朗可能都開始評估過你們2個是不是會有點矛盾會出來了哈。所以第一個就是我選擇這個戰略對我來講的話是有利的，選 A 跟 C 其實都不太可行，因為 A 就像大使講的，如果能夠做早就做完了，而且 A 的部分要求和，它事實上已經談了很多的版本了嘛哈。那 C 不太可能，原因是因為那個東西就要牽涉到很多大國要願意加入進來。那目前看起來中國也不會，俄羅斯自己在忙着打烏克蘭哈。那北韓應該也不太會去蠢蠢欲動啦，所以能夠要讓它掀起多國大戰的可能性是比較低啦。那第二個就是在消耗戰的這個背後來講的話，其實是一個各國在背後支持的消耗戰，好，包含中國、俄羅斯他們在科技跟產業上面的協助。所以雖然伊朗打到現在，我們理論上應該看到說，你飛彈都應該打完啊，無人機都應該用完啊，可是沒有哦，現在源源不絕在出來，而且伊朗內部當權派的意志，他們其實也是有派系問題。現在看起來就是主戰派的革命衛隊比較佔上風嘛哈，所以他會覺得說，我既然後面有大國能夠有資源支持我，為什麼現在要跟你去談這些事情啊？好，所以討價還價下來，其實他可以得到實質的利益。那這些實質利益包含什麼？過去伊朗在美國的資產是不是可以解凍？好，然後第二個事情就是，我以前石油是禁運的，我能不能在這樣打談拖垮你、消耗你的過程裡面，讓你開一個窗，讓我可以把石油開始賣掉，美其名叫補償你的戰費，或者說，我國內經濟建設有需要哈，這個其實都會有個機會開始賣。那同時去突破一個所謂國際禁運上的一個問題嘛，哈。所以我覺得在 B 的這樣的一個模式上面來講，其實對伊朗來講利益當然相對比較大，而且我可以利用不對稱的這些技術跟成本，讓你美國很難去應付。那最後一點其實會變成回應到剛剛林老師講的哈，就是在印太上面的一個嚇阻力來講，雖然它還是在，但是基本上你會發現，美國開始把很多他自己的軍事力量都集中到中東去的時候，它其實更依賴亞太、印太地區盟邦的一些協作。好，那這個部分，美國是不是有能力開始去做這樣的一個部署跟改變？哈，我覺得伊朗也在盤算這件事啊，因為你有你的亞太盟邦，我當然也有我的中國好朋友啊，哈，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狀況看起來的話，我覺得你目前的整個局勢的發展上來看，伊朗跟美國確實是在 B 的這樣的一個模式裡面有點泥淖了，還。我們謝謝戴老師哦。接下來我們先休息一下，下半場會帶你來關注美國和中國的 AI 競賽。